谈判是我们日常生活和职场中无处不在的互动艺术，不论是向上司争取加薪，与同事协调任务分配，还是与家人讨论假期计划，掌握谈判的技巧，能让我们在复杂的局面中占据主动。真正高效的谈判并不只是技术层面的较量，更是一种思维的对决。谈判思维技巧帮助你从容应对各种情境，赢得对方的信任与支持。一、了解底线与目标，拉高起点的心理战术。谈判中最重要的一步是自知，也就是明确自己的底线和目标，因为这决定了整场谈判的策略。只有当你了解自己能接受的最坏结果，以及期望的最佳成果，才能在谈判中保持冷静，不被对方牵着走。小美刚工作不久，看中了一处小公寓，总价300万元，但她根据市场调查认为，合理价格应低于280万元。小美设定的理想目标是270万元，底线则是275万元。小美与房东见面时，先从人情出发，表现出对房子的喜爱，并向房东分享自己作为首次购房者的压力，试图营造同理心。她说，这套房子真的很符合我的需求，但作为刚工作的年轻人，预算上有些压力，希望您能稍微调整价格。小美开出了250万元的价格，比市场价低很多，房东当即表示无法接受。但小美没有立即妥协，而是进一步分析，这房子虽然地段好，但屋龄偏高，需要额外的装修费用。如果您能让价，我可以立刻付定金，并加快交易流程。经过几轮协商，房东提出285万元的价格，小美以275万元，是我最大的能力范围，坚持到底。几天后，房东主动联系她，接受了这个价格。谈判前需清楚自己的底线和目标，同时逐步释放筹码，为自己争取更多空间。小林是一位工作表现突出的企划专员，公司准备提拔他为企划部副经理，但薪资只愿意调整 10%。小林觉得不满意，他的目标是 20% 的加薪，最低底线是 15%。小林进入会议室后，保持自信且平和的态度，并先表达对公司信任的感谢。他这样说道，我非常感谢公司对我的信任，也很高兴能为公司创造价值。在考虑到我过去1年贡献的基础上，我认为我们可以探讨一个更符合市场行情的薪资调整。当上司表示 10% 是公司目前的标准时，小林拿出准备好的数据，指出同职位的市场薪资范围，并补充说，我理解预算上的限制，但这是基于我对市场的研究，以及我对部门业绩的贡献，希望公司可以考虑这些因素。小林主动提出自己的目标， 30% 的加薪，这明显高于市场均值，但给公司留有谈判空间。经过几轮讨论和让步，最终双方以 18% 加薪达成协议，高于小林的底线 15%， 但仍在合理范围内。从高目标开始谈，给对方留有协商空间，无论对方如何施压，清楚自己的底线，才能在谈判中保持主动。拉高起点的核心在于有效利用心理学原理，通过设定较高的要求来创造对比效应，并在谈判中适度让步，以实现自己的目标。2、给出选择题，掌握话语主导权。给出选择题是一种巧妙的心理策略，可以引导对方进入自己设计的框架，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你的主张。这种方法通过设限和预设答案，让对方感觉拥有选择权，但实际上你已经掌握了主导权。小李是一名业务经理，负责与一家公司洽谈合作条件，对方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，让谈判陷入僵局。对方要求延长付款周期至90天，这对小李的公司资金运转非常不利。小李需要找到一个折中方案，既能满足对方，又能维护公司的利益。于是，小李对对方说，我们理解您对现金流的考量，因此我们提供2种方案供您选择。方案A，付款周期保持60天，
我们提供5%的价格优惠。方案 B 付款周期延长到90天，但价格需要上调10%。您认为哪个方案更适合您目前的需求？对方选择了方案 A， 认为这样的条件对他们更有利。小李通过设定选择题，避免了对方完全按照自己的要求进行谈判，保住了公司的核心利益。一家高级家具店希望促进沙发销售，但客户往往犹豫不决。许多客户对价格和品质之间的权衡感到困惑，导致购买意愿下降。为此，店经理设计了2套促销方案，并将它们展示给客户。方案 A， 购买豪华款沙发，享受20%的折扣，并免费获得2个配套抱枕。方案 B， 购买经济款沙发，享受10%的折扣，并免费获得1次专业清洁服务。客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快速做出选择，大幅提高了成交率。通过给予选择题，店经理将焦点从价格争议转移到价值比较上，巧妙掌握了销售话语权。当选择数量有限时，人们更容易做出决定，避免过多选择带来的焦虑。通过设计选择题，可以减少对方的犹豫，在谈判或沟通中加入时间限制，促使对方快速选择。通过设计选项来掌握主导权，使对方在无压力的情境中做出对你有利的选择。无论是在职场谈判还是商业销售中，这种策略都能有效提升你的沟通影响力，并最终达成目标。3. 巧妙打断，意外暂停法的智慧在谈判中。当你处于弱势或感到气氛僵化时，如何打破僵局，重新掌握谈判节奏？这就需要运用意外暂停法。这种技巧可以暂时终止谈判，让双方冷静，并为自己争取时间，甚至扭转局势。小美是一名刚毕业的年轻人，她想与房东重新谈判租约价格。原本租金每月12000元，但房东打算涨到14000元。小美认为这价格超出她的预算，因此约房东面谈。当谈判开始时，房东语气强硬，列举了许多房价上涨的理由，并且不愿让步。当房东滔滔不绝时，小美无意地将桌上的笔碰落地上，她弯腰捡笔，并微笑着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分心了，能再重复一下您的最后一点吗？”这个简单的动作不仅打断了房东的气势，也让他停下来重新组织语言。接着，小美表示需要去洗手间。离席时，她在洗手间拿出笔记，快速整理自己的想法，准备更有力的谈判点。她回来后，小美以更柔和的语气说道：“我明白您的考量，但也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。如果价格可以稍微降一点，比如每月13000元，我可以一次性支付2个月租金，这样对您也有保障。”房东被小美冷静且理性的提议打动，觉得她值得信赖，最终接受了新的价格。当谈判陷入僵局，双方情绪可能升温或态度僵硬，这时暂停能有效缓和气氛，让对方冷静下来。暂停不仅能让对方停下思路，还能为自己赢得重新组织谈判策略的时间。短暂终止后，谈判的话题可能转变，气氛也会缓和，从而为自己重新掌握话题提供机会。4. 画大饼，用愿景吸引对方让步。在谈判中画出一个诱人的愿景，不仅可以激发对方的兴趣，还能让他们为共同目标而让步。这种策略需要你巧妙地描述未来的美好场景，让对方觉得即使当下有些牺牲，也值得为长远利益投入。阿杰是一位年轻的创业家，正准备成立一家新创科技公司，专注于智能家居产品的开发。他看中了一位资深工程师小林，想说服他加入团队。小林虽然对智能家居技术感兴趣，但对加入一家资金有限的新创公司感到犹豫，尤其是在薪资上无法与大公司相比。在会面时，阿杰知道直接谈薪水会让小林更加抗拒，于是阿杰展示了一份行业报告。数据显示，智能家居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20%， 预计在5年内将成为1000亿级别的产业。
阿杰充满热情地说，想象一下，未来每个家庭都用上我们的智能家居产品，从灯光到安全系统，全由 AI 掌控。这不仅是科技的进步，更是生活方式的革命。接着，他分享了公司未来的发展蓝图。第1年，完成核心技术的开发，并推出市场测试版。第2年，扩展到海外市场，并吸引知名投资机构的青睐。5年内，将公司打造成智能家居行业的领导品牌。阿杰补充道，我们的名字将与创新画上等号，而你的技术将成为改变生活的关键力量。阿杰转向小林说道，我知道薪水目前比不上大公司，但我们可以提供股权激励。一旦公司成功，你将不仅是工程师，更是共同创办人。我们将分享荣耀，也分享回报。这一番话打动了小林，他不仅感受到被重视，更看到长远的利益和个人成就感。最终，他决定加入阿杰的团队。愿景中的未来必须具体且令人向往，例如行业突破、财富回报或个人成就。通过描述对方的角色和价值，让他们感受到荣耀和重要性。强调长远利益，让对方认为短期的让步是通往成功的必要过程。画大饼不是单纯的空口说白话，而是一种运用愿景与数据，引导对方情绪与行动的艺术。当对方看到了更大的图景，他们更容易为共同目标让步，与你携手前进。